既然到了马来，潜水资深爱好者一哥，当然不能不去东马的潜水圣地仙本那。从槟城乘飞机到仙本那的斗湖机场需要转机吉隆坡，从吉隆坡飞斗湖机场大概需要2小时。远离了西马的都市和工业区，到了东马，天空都是沉静透亮的，一望无际的丘陵覆盖着热带的丛林植被，让人瞬间放松慵懒起来。仙本那位于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岛上的最东端，往北是菲律宾南部岛链，往南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班达湖群岛。这块区域是全世界岛屿数量最多的地方，不同的洋流、海流在这里撞击分散，造就了仙本那丰富的鱼类资源和媲美马代的绝美海景。江一，Yes，Thank you。落地斗湖机场，坐上提前订好的拼车小巴，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仙本那镇上。仙本那曾经是国内大火的旅游目的地，现在疫情后少了中国游客，旅游业大受打击。现在全世界逐渐开放后，开始有不少来自西马的游客，但是受几年前的菲律宾武装势力绑架事件影响，这里的欧美客一直不多。一哥订了2天的出海行程，第1天浮潜玩玩水，第2天水肺深潜这里著名的18单潜点，今晚就赶紧休息咯。早上8点半到码头集合，码头这里有很多中餐、海鲜餐厅，还有一个水上酒店。OK，Thank you。好了，左边哦，好，谢谢。来往后走，来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上了船发现大家都是去水肺深潜的，只有我是浮潜，只能期待明天的18单行程了。
到了下一个潜点，位于马达金岛。因为是私人酒店的岛屿，我们不能上去。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拖尾沙滩。深潜的小伙伴们开始准备下水。这种背滚式入水对刚开始潜水的新手来说会有点难度。下水时要按好面镜和咬紧呼吸管，不然很容易下去就进水了。小伙伴们下水后，船长就带我去拖尾沙滩附近的珊瑚区浮潜。今天光线好，水质也好，能见度很高。大部分的珊瑚都不在太深的海域，这片浅滩就还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珊瑚和热带小鱼。珊瑚会呈现多彩的颜色，并非珊瑚本身所有，而是来自寄居于珊瑚体内的藻类。这些微小的共生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能量。然而现在因为全球变暖、海水温度上升，还有海洋污染、过度捕捞等原因，导致这些藻类无法生存，大量的珊瑚白化而死亡。一哥在5年前学会潜水后，眼睁睁看着这几年东南亚海洋环境的恶化，真的很让人心痛。浮潜完，小伙伴们也都上来了。船长带我们到丁巴丁巴岛的拖尾沙滩边上休息吃饭，我趁机飞一下无人机。第一天结束，到海鲜餐厅吃一顿。这里的海鲜做法都是中餐做法，价格和普吉岛的海鲜市场差不多。心心念念的18单深潜，结果一大早下暴雨，心都凉了一半。18单潜点是仙本那最著名的潜点，每天只允许100人去那里深潜，
所以都要提前预定，价格也是普通深潜的2倍多。前导给了我一套深潜的装备，有点陈旧老化，不过东南亚潜水装备都是这种德性，将就用吧。今天同行的有一个中国小姐姐，一个香港小哥哥和3个德国的小姐姐，我们3个中国的唯一组潜伴，希望出了海可以风平浪静出太阳吧。看着远处黑压压的乌云和波涛汹涌的黑色海浪，今天的水底是别想有能见度了。先到一个小岛的水上屋来接2个人。仙本那的离岛有许多这种水上屋。和马尔代夫一样，但是价格比马代要少好几倍，所以仙本那也被称为小马代。现在上斯巴丹的一个岛上做深潜的登记，由于斯巴丹潜点有洞穴潜点，而且有时候水流很大，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只允许 AOW， 也就是有进阶潜水员证的人才能来。前导介绍完今天的潜点和注意事项，大家穿好潜水装备就出发啦。第一潜我们去一个海底洞穴，叫做龟冢，听名字就知道是去看海龟骨骸的。这个海底洞穴因为深不见底，且内部构造复杂，海龟一旦游了进去就很容易迷失方向。海龟一般最多憋气5到8个小时，在洞穴里迷了路就只能活活淹死在里面。进了洞穴一片漆黑，光源只有前导微弱的手电和香港小哥的水色照明大灯。还好我们这组有香港小哥这个水色大神，我紧紧跟着小哥，在洞里没有光源，万一走丢了，那就和海龟一个下场。四周漆黑一片，目光所及只能看到光源照射的地方，又是在几十米下的深海里，有种莫名的压抑的感觉。
沙地上零散着不少海龟的龟壳和遗骸，在这种阴森的洞里活活憋死，想想都毛骨悚然。从龟冢出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海底断崖，我们继续沿着断崖往前游。水肺潜水在升上水面之前，必须在深度5米左右停留3分钟。这是因为在深海中，空气中的氮气会融入人体中。如果太快升上水面，氮气就会变为气泡留在人体内，导致减压病。在深水停留期间，来了一只休闲的大苏梅，发现我没有带食物，还给我翻白眼。小姐姐追上去跟大苏梅合影。上船短暂休息后，我们到下一处潜点下潜。前面有一小群的海狼，海狼这种梭鱼有1米多长，单独行动的时候攻击性很强，但是抱成鱼团了就只会跟着同伴行动，不会主动攻击。来斯巴丹经常可以看到海狼风暴。
第3潜遇到了我潜水生涯中数得上次数的大流，看今天的天气就知道水底下不会平静，大家都在顶着流踢腿，却很难前进。我自从前一段得了新冠之后，心肺功能大幅度下降，已经累到喘不上气了，只能趴在沙地上用手抓住地面，不被吹走。这流大的连鱼都游不动了，得扭头往回走。好不容易追上大部队，这里分享一个潜水小诀窍：遇到大流的时候，身子趴着地面游会比较省力。小姐姐已经撑不住了，抓住一个珊瑚在休息。虽然这样很不好，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她。顶着这种流实在太累了，如果不抓住人就要被吹走了，还是安全第一。休息了一会，继续跟上前导和香港小哥。连前导都游得这么吃力，辛苦没有白费。终于前面等来了一群像小山一般的海蓝风暴鱼团。这次的仙本那潜水之行就结束啦。接下来一哥会去印度尼西亚，一个向往了很久的兼具火山与海洋的千岛之国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拜拜。